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你好吗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我们总是在说话，在表达，在转发那些喧嚣的观点。但你是否偶尔会感觉到，在那层层叠叠的声音之下，其实隐藏着一种深深的疲惫？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书是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书里写道，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不单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沉默是除了思考以外我最喜欢的一种状态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，我无法表达我的想法。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，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。所谓尊严，就是文明，就是说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人都不能把自己当成野兽，也不能把别人当成野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是有一些人，他们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都视为邪恶。人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的时候，才会有真正的理性。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你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穿透时间的清醒？王小波，这个被誉为中国近半世纪以来最有趣的灵魂的人，用他那看似散漫，实则锐利如刀的文字，在那个精神匮乏的年代，为我们守住了一片叫做理性和自由的绿洲。王小波的一生并不长，他像一颗流星，划过了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，却留下了至今依然灼热的余温。他学过理工，做过知青，留过学。他眼里的世界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，只有对常识的坚守和对智慧的渴望。他自称是一个浪漫的诗人，但他的浪漫不是风花雪月，而是在黑屋子里跳舞，是在荒诞中寻找逻辑。沉默的大多数收录了他最精彩的思考。在这些文章里，他不仅是在谈论社会、伦理和文学，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如何在这个容易迷失的世界上，做一个不随波逐流、拥有独立灵魂的人。让我们先聊聊那个著名的概念——沉默。在王小波看来，社会中存在着两个世界，一个是话语的世界，那里充斥着宏大的旗帜、激昂的口号和无休止的争论；而另一个则是沉默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有着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生活，有着他们真实的苦难与欢欣，但他们的声音却往往被淹没了。他说，他从小就发现，周围的人都在不停地说话，却很少有人在思考。这种喧嚣的盲目让他感到了恐惧，于是他选择了沉默。但这沉默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为了积攒思考的力量。正如他在书中所言，沉默是除了思考以外他最喜欢的状态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当下的互联网生活。每当一件事情发生，无数的声音立刻喷涌而出，排山倒海。我们被迫站队，被迫表态，被迫加入那场名为正确的狂欢。而在这种时刻，读一读王小波，你会突然释怀，你会意识到，有时候保持沉默，保持那一分不被裹挟的清醒，其实是对自己灵魂最温柔的慈悲。王小波在书中还反复提到一个观点：思维的快乐。他认为，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感受思维带来的快乐。这种快乐来自于对真相的探寻，来自于逻辑的推演，来自于对常识的尊重。他写道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，成为思维的精英比道德精英更重要。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，因为在我们的传统语境里，一个人如果占领了道德的高地，似乎就拥有了审判一切的权利。但王小波却告诉我们，如果没有思维的诚实，如果没有理性的支撑，那所谓的道德往往会变成一种对他人的压迫。他用那种特有的带着点顽童气的幽默感，解构了那些沉重的话题。他谈论国学，谈论民族主义，谈论人性中的阴暗面，却从不显得沉重。读他的文字，你像是在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，听一位睿智的长者在树下跟你讲故事。他会告诉你，生活本身是充满了乐趣的，而这种乐趣最核心的部分，就是你能自由地去想，自由地去怀疑。这种自由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要在心里留出一块空地，种上一株名为逻辑的树。在书中，他还探讨了关于尊严的话题。王小波对尊严的理解非常简单而深刻。文明，他说，人不能把自己当成野兽，也不能把别人当成野兽。这是一种平视的眼光，是一种对个体价值的极致尊重。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洗脑，反对任何试图把人变成某种机器、某种符号的企图。他推崇那些有趣的灵魂，
在他看来，有趣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理性。一个有趣的人，必然是一个宽容的人，一个能够接纳多样性的人。他会看到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他会理解每个人的局限性，并因此生出一种慈悲。读完《沉默的大多数》，你可能会发现，自己变轻了，也变重了。轻，是因为你放下了那些虚妄的执念，不再被那些宏大的名词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你明白了，自己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。你开始关注自己的呼吸，关注每一天细碎的喜悦。而重，是因为你的内心生出了根。你开始明白，独立思考是需要勇气的，甚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但在那代价背后，是你作为一个人最真实、最不可侵犯的尊严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真假难辨的时代，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王小波。我们由于恐惧被边缘化而不断发声，由于害怕落伍而不断焦虑。我们似乎都成了不沉默的少数，却在喧哗中弄丢了那个安静思考的自己。王小波在多年前就预见到了这种困境，他告诉我们，即便身处黑暗，即便周围都是嘈杂，你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一盏小灯。你可以选择在某些时刻回归那个沉默的大多数，在沉默中积蓄力量，在思考中获得自由。他曾说，人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的时候，才会有真正的理性。这句话我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这段文字的你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愿你也能像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样，不理会那些早已设定好的栅栏，跳出那些预设的人生轨道，去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广阔的原野。不要害怕孤独，因为那是思考的伴侣；不要害怕沉默，因为那是智慧的温床。当你学会了与自己独处，学会了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一切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其实比你想象的要温柔，也要有趣得多。读这本书，就像是在经历一场精神的洗礼，它洗去了我们身上的浮躁，洗去了那些被他人强加的偏见，它让我们重新爱上了思考，重新爱上了那个哪怕并不完美，但却足够真实的自己。最后，我想借用王小波的一句诗意的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我会老去，但我希望在老去之前，我能一直拥有这种思维的快乐，一直保持这种对世界的温柔好奇。那么你呢？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，你是否也曾想过，给自己留一点沉默的时间，去听听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声音？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请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